今天我要带大家去看一下日本的富人区长什么样子。所以这里是卢屋市，就一出车站就能够感觉到了，就这个车站它比三宫都要好上不少。其卢屋市它从城市的功能性上来说，它并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城市，它的规模非常的小，它只有18.57平方公里，人口也只有9万。从这个体量来说，它更像是兵库县单独分割出来的一个高级住宅区。但是它拥有全日本最严格的城市景观法，因为它名义上还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嘛，它有自己的市长，它可以制定自己的城市法规。卢屋市不能有任何的闪烁式霓虹灯，也不能有任何的屋顶看板。这个规模不大的小城市跟有洁癖一样，从神户市中心三宫坐车到卢屋市，它只要10分钟。像我家附近那种便宜的业务超市，在整个卢屋市它一家都没有。整个卢屋市的超市它走的都是高端的路线。你如果在卢屋市的市中心打开地图，然后搜索业务超市和二手商店，你会发现这些红点贴着卢屋市的边界线整齐划一的排开，但是一个都进不来。整个卢屋市的绿化也感觉比其他的城市做得更好一些。可能有人会说，卢屋市的富人区只有六路庄才是，凉风町都不是。这种在名义上面的分割呢，它是对的，名义上它是这么划分的，但是它不符合实际。实际是日本的富人区它并没有圈起院墙来，没有说把那围起来之后，然后门口站2个保安，这里面是有钱老板住的，外卖小哥不让进，人家没有这么做啊。他是人人平等，一视同仁，就是你只要想进去，你就可以进去，哪怕你不住在里面，你就想进去看一看，你也是没问题的。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以价格、以地价来划分，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。六路庄的房子你卖1个亿以上，但是其他区域的房子，比如说凉风町，比如说这里，它有些其实也要1个亿。所以我们从实际上来看，它没有一个隔离带，它从实际上面的划分它是很模糊的。我们更多的是要从实际的环境上面去看它有没有差距，但实际上这个差距是没有的。你看这里的房子，它就修得跟六路庄差不多，它也很气派。从环境上面看呢，它也差不多，从价格上面它的差距也不大。日本的国民收入中位线是35万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35万收入以上的人和35万收入以下的人，它是一样多的。这里的房子普遍它是要1个亿，以贷款20年来算，利息1.2，每个月要还贷款40到50万。那么普通收入的人他肯定是买不起的，他能住进来这里的人他肯定都是富人。所以如果硬要说六路庄才是富人区，这里不是的话，那这个是不准确的，至少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。可能有人会觉得1个亿日元也不是很贵啊，这个很多家庭都买得起啊。那根据日本的不动产调查，日本的父母愿意出钱给孩子买房子的这种情况呢，只占15%，并且大部分的资助金额也就在500到1000万日元。他们认为给子女买房子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，你想买豪宅你要靠自己。所以你这么一看，你看这个房子它是不是就很贵了？如果你的职业没有很高的收入的话，那你肯定是买不起的。并且还有一个比较扎心的事实，就是即便是一些有钱的父母，他们愿意出钱给子女买房子，这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避税，就是规避一部分的遗产税。那么关于日本的遗产税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说一下，我之后会专门做一个影片来给大家讲解。我的上一支影片讲的是贫民区和普通人住的地方，如果大家在之前没有看过的呢，可以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呢，再去做一个对比。那你就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富人区，然后那个地方为什么是普通人住的了。其实单从房子建筑的大小来看呢，它是差不多的，并没有很大的差距。但是像这种公园呢和附近的环境呢，它的差距就很大了。你们可以看到这是富人区的公园，它里面全都是有绿皮的。只单独看房子它的差距不大，但是你要看周边的配套环境、教育资源、医疗资源，这些都是不同的。这个房子是我走过来感觉最有意思的一间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是它的侧面，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房子。你看这里它有一个冷链配送的车辆，这个就是外卖，你在网上订购超市的食材，让它给你送到家里来。我声明一下，我的拍摄是完全合法的行为，我是手持设备然后站在街道上面拍，房子是我拍摄风景的一部分，它是完全合理合法的。如果有路人走进了我的镜头里面，只要我不怼着他拍，我也是合法的。真正违法的视频是那些偷拍飞田新地和大久保的视频，那种隐藏运动相机的镜头去偷拍女生的行为呢，那个是违法的。
他那个播放量已经到了900万了，并且他没有打马赛克，我也没有打马赛克，但是我是合法拍摄，并且路人有挡脸和躲我镜头的行为，我是会把它剪掉的。日本的法律规定，只要不以人为主体的拍摄呢，是不需要做后期处理的。我在路上拍摄，我也是会注意路人的情绪的。很多有录清晰脸部的镜头呢，我在后期其实都剪掉了。特别是小朋友，大家应该不会在我的影片里面看到有明显小朋友脸部的镜头。走了一大圈到这里的时候比较渴，突然发现这里有一家新开业的咖啡店，这个以前是没有的，那我就进去试一下吧。就让我来带大家看一看这家新开业的咖啡店吧。こんにちは。アイスコーヒー。アイスコーヒー。这是一家全新开业的咖啡店，上面写着玉珠，以前没有的。以前我路过这里的时候，它没有开业。那今天就让我给他家的咖啡做一个测评。大丈夫。整家店的氛围还可以，装修还是可以的，但它这里它不应该有挡板，这个妨碍看风景。他家咖啡好喝。他用的是比较好的豆子，味道还不错，应该是曼特林。如果是5星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打4星，还是挺好喝的。好了，拜。他家这个咖啡豆烘得非常的均匀，它不像有些老店会故意把豆子烘得深一点，有那些烟熏味。虽然说是少了一些特色，但他家的那个豆子品质比较好。这个路旁边还有水池，这水池里面还有鱼，这旁边有这样一个椅子。它就是为了让你坐在水旁边有这样一个调调。它这个街景有一排都有这样的水池，就做的还挺有意思的。这个里面有网子的，这个里面是养了鱼的，我自己看到了，但是拍的时候拍不出来。这旁边有一个牙医诊所，你看它这个布置，就觉得很有意思，很好笑。这里有一个超市，卢屋有很多超市和便利店，它都要换一下招牌的颜色，这个也是市政府的规定的，它是要显得高大上一些。大家可以看，你看它这个招牌是不是和你那的不一样？这个超市我想大家不陌生吧？它这的环境确实比其他的位置要好一点。前面又是一个超市，你看它的招牌颜色也是不一样的。看左上角那个，这个超市我想大家也不陌生吧，它的招牌颜色也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是卢屋市的规定，景观法的规定。我现在去凉风町，顺着这个海边走过去呢，里面就是凉风町的。然后进去了之后呢，我们找一个正在出售的房子，然后进去看一下。它这个海边的环境是真的很舒服，很多人在这个位置钓鱼啊。它这个是海啊，它这个不是湖，也不是什么河。这个里面走进来，它就是凉风町的范围。凉风町的建筑以我的审美来说，我觉得它其实不是那么好看，它太过于统一了，它没有那种错落有致的感觉。主要是它里面的建筑权被松下给垄断了，就是那个松下电器，就那个松下。你看这个是凉风町的社区公园，你看它这个修得好吧？它比那个普通的社区的公园好不知道多少。它这里的配套是完全都不一样的，就规格都很高。附近也有私立学校，这怎么还做个小狗？这是看门的嘛？我旁边有个女生在给他拍照，这也是真的很开心了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就过去看房子吧。这里面一片全都是凉风町，这是在海边的房子，这个是真正被划进富人区的。凉风町现在的房子已经全部都给卖出去了，如果想买的话，就只有二手房。而且二手房也不是经常有，它就是有时候只有那么几套。这个里面的房子基本上都在6000万以上，6000万可以说是这里的最低价了，普遍8000万到1亿是正常水平。他看具体的大小，超过1亿的没有几个人在卖。他就是有钱，他觉得这个资源很稀缺，他就把那个地方买着占着，哪怕他暂时这个房子空着，他也不卖。所以如果想买一个这里比较好的，那还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它还真不是你随时都能买得到的。不过大部分的这里都有人住，你看它这里都停满了车，它没有几间是真正空着的。这边规划它里面的路也很宽，经常有人看我的视频就说怎么没有绿化嘛，是吧？那你现在看它有没有绿化？
因为之前拍的都是普通人住的地方嘛，那这个就是富人区的位置，它就是这样的。我唯一觉得它这里不好的缺点就是它那个房子太过于统一了，就这个外形。这里地基用的混凝土，它的那个规格都是很高的，是抗海风腐蚀的。建筑材料本身也是，它是不会被海风腐蚀的。而且大家可以发现，它这个社区是没有电线杆的，它这里的电线全都走地下，但是其他的区它该有电线它是有的。它这个区域的路也很宽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上一个视频的对比。它这里的房子卖1个亿，贫民区的房子普遍1000万以下，便宜一点的500-600万。它这个房价差距有10倍，然后普通人住的地方呢是1500万到4000万不等，它就是这么一个价格的差距。这里面又有一个社区的小公园，就视野非常的开阔。这边的建筑商有松下有积水，但是普遍都是松下盖的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进这一家看一看吧，就是进去看一下这个房子里面它是什么样的。它这个房子是出售的，它把那个钥匙挂在这里。这里一进来是一个玄关，这个房子在这里它不算大，就像我说的，有梁凤町的房子，最好的、最贵的它很少有卖的。一进来的这个位置，它是客厅加餐厅的一个组合。右边这边它是一个自带的天井小院子。这个院子应该是前主人后期自己贴的瓷砖。从厨房走过去，这边是浴室和卫生间的一个空间。浴缸是日本人的标配，这个是肯定有的。这边是后门，就是打开让你去晾衣服的。紧靠着浴室的打开是卫生间。这里打开是一个储物间。好了，我们继续上楼给大家看一看。这个带阳台的它是主卧，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还挺不错的。转回来这里有一个衣帽间，出来之后这旁边还有一个更大的衣帽间。这间房是一个次卧，或者是做书房也可以。这里2楼还有一个卫生间。这是第2间次卧，很好的视野，可以看很远。这旁边之后要修一个公馆，就是一个玩的位置。如果你单看房子的内部的话呢，它其实是和我住的那片区，它那个房子没多大区别。但它外面的那些配套啊，它是肯定要好很多的。然后这个房子的建筑质量它也要高很多，所以这个就是富人区的房子。好了，这个房子看完了，我现在带大家去看一看这里的海边。这里海边有一个餐厅，也正好是去吃一个饭。这个社区有3个非常好的钓鱼点，它那个鱼是很多的，就是随时你可以去钓，钓了可以拿回去吃。日本钓海鱼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是随便钓，钓了之后是可以带走的。来这家餐厅吃个饭，我去，这家餐厅好多老外，在这里点餐。这是一家海边的小店，前面就是海边了，我就坐这个桌子了。它这个桌子是2个人摆在一起的，但是来了客人之后，这个店主会把它拉开，所以我并没有一个人占一个大桌子的意思。外面有2个美女，超漂亮，就不愧是富人区。后面和他们打过招呼的，就是问他们能不能放上网。这家店有点这个东西方合并，它是个纸灯笼再配这个风格。
我的餐没到，我的咖啡先到了。这家店的所有东西都是现做的，所以我等了很久。好了，我的餐来了，是这样一个三明治。这2个三明治加咖啡是2100，比其他的地方差不多贵了1倍。这个好辣，我操！我感觉这个1份可能是给2个人吃的，就是2个人来喝一杯咖啡，然后点1份餐。除了辣还是挺好吃的，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是双人的，我搞错了，因为它这个分量确实很足，我其实吃半个就够了。吃完了，现在准备走了。这个是店主，就这样一家店。拜拜，拜拜。我们走了，我们去下一个位置，带大家去看一看。现在是自媒体时代，所以日本人的那个包容度也不一样了。大部分的店家和路人都能够接受你去拍视频。我之前有一个视频是吃鳗鱼饭的一家餐厅，就是我问旁边的一个老人家建不建议我拍视频，因为我当时的镜头是避不开他，除非我不拍，就是一定会把它拍下来。然后那个老人家就很风趣的说：“你要把我拍的帅一点。”就是我拍那个万博纪念公园跳蚤市场的那一期。这里就是凉风町的海边，它有一个很长的海岸线，而且它不止这一个海边，它有3个这样的海岸线。你们看这里的风景是不是很棒？这里可以随便钓鱼，而且钓的鱼都是可以拿回家吃的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要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。如果有什么其他的想看的呢，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感谢大家支持。